白小纯也忍不住心跳加速，凶狠的开口：“你同意不同意？”公孙婉气喘吁吁，银牙紧咬，一言不发。可在白小纯又一次的拍击下，他的目中迷离之意取代了全部，最终整个人好似蚊蝇一般，说了一句：“我同意，你给我滚！”白小纯也觉得这一次与公孙婉的交谈充满了诡异，闻言赶紧倒退，急速的离开洞府，一路仿佛做贼心虚般，自己都有些迷糊了。这公孙婉居然这么扛打白小纯，眨了眨眼，在心底嘀咕起来，可心头似有股说不出的邪火，怎么也都消散不了。妖孽啊，这一定他主动勾引我。最终他叹了口气，觉得自己的优秀，就连自己也都害怕了。第1106集，抓狂。来去匆匆。白小纯连夜赶回了荆州城后，已是天亮。巨鬼王一夜没休，在那里不断喝着酒，不时的抬头看向天空，心底也在焦急白小纯，生怕白小纯冲动之下造成了不好的后果。此刻白小纯刚回到府邸内，巨鬼王就立刻察觉，猛地站起身，上前一把抓住白小纯，目中带着迟疑，问了起来：“你，老哥稍安勿躁，你等着看戏就好了。”白小纯抬起下巴，傲然一笑，拿起一旁的酒壶喝下一口后，淡淡开口：“我白小纯出手，至今为止还从没有失败过。7天之内，巨鬼老哥，我让你官复原职。”眼看白小纯如此肯定且自信满满的样子，巨鬼王有些傻眼。他仔细的回想了在蛮荒时白小纯的一切行为，可却没有找到半点信心，反倒是有一股深深的不安感越发强烈。你把紫灵侯杀了？巨鬼王吸了口气，看向白小纯：“怎么可能？”白小纯觉得巨鬼王太过小看自己，眼睛一瞪：“我只是在他脸上抹了一把怎么也都洗不掉的粪而已。”白小纯一想到自己那千疮百孔根本就经不起推敲的计划，脸上就露出得意的笑容。实际上他若花一些心思，是可以想到堪称完美的办法，只是那09天尊的做法太恶心人了，所以白小纯这一次也不打算将事情做得漂亮，而是明着告诉所有人自己就是在向对方身上泼粪。一旁的巨鬼王百思不得其解，他做梦也想不到白小纯这堪称绝损的办法。此刻狐疑中，眼看白小纯不开口细说，无奈之下，巨鬼王只能压下心底的担忧，想着既然白小纯如此自信，或许几天后真的能拨开云雾见青天也说不定。就这样，在巨鬼王患得患失中，他疲惫了数日的心神也难得的略微放松了一些，居住在了白小纯的府邸内。与此同时，在他的焦急等待下，在白小纯这里也都翘首期盼中，又过去了1天。直至这第3天的晌午，邪皇朝的势力范围内，这第2县域的北部最后1州中，公孙婉居住的洞府大门缓缓开启。随着洞府之门的打开，公孙婉神色如常，看不出丝毫异样，平静地走了出来。身为天尊，他的出现立刻就引起了对方关注。尤其是出关后的公孙婉，作为镇守仙域北部的唯一天尊，他发出了一道命令，召集北部7州大尊以及麾下天人即刻来见。对于公孙婉的命令，北部7州的半神无人敢不遵从，都在接到命令后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事情，带着手下天人从4周齐齐赶来。当他们到来，聚集在了北部第7州的元大尊殿内时，公孙婉已然坐在了上首的椅子上，微闭双眼，扶着椅子的右手，其食指正不断的上下敲击，发出咚咚的声音。这声音回荡四方，渐渐形成了压抑，使得大殿内此刻到来的7位半神以及数十位天人，一个个都心惊肉跳，大气不敢喘一下。直至过去了1炷香的时间，在众人已经压抑到了一定程度时，忽然的，公孙婉双眸蓦然睁开，露出目中一抹让所有人都心头颤抖的幽芒。诸位，公孙婉缓缓开口，声音回荡中，下方所有邪皇朝的修士一个个立刻恭敬无比，凝神肃然聆听旨意。你们可知，为何本尊能一夜之间就将这北部的最后1州顷刻拿下？公孙婉慢吞吞地说道，看似如常，可心中却很是不自在。方才之所以沉默了1炷香，也是他心中在挣扎，可最终鬼使神差的还是开口了。随着他话语传出，下方邪皇朝的众修一愣，有些拿不住公孙婉话语里的意思，相互看了看都不敢第一个开口，各自低头继续聆听。能如此顺利拿下此州，正是因为圣皇朝内原本镇守此州的那位天尊紫灵侯。这紫灵侯心向我邪皇朝，多亏了此人，本尊一定要把他的功劳禀告给邪皇。公孙婉硬着头皮将这句话说完后，他自己都觉得别扭，起身一晃离开大殿。大殿内此刻一片死寂，7个半神，数十个天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他们有些懵，实在是公孙婉劳师动众，将所有人都叫来。他们本以为有什么大事，可怎么也没想到，居然只说了这一句话。很快的，那7个半神首先反应过来，彼此都吸了口气，相互看了看后，都看出了各自目中的古怪。这紫灵侯得罪了天尊大人，一定是这样，而且得罪的还不小啊。但以天尊大人的修为，想要灭了这小小紫灵侯，又何必用这种计策？最主要的，这计策感觉太简单了，谁信啊？
7个半神越想越觉得此事诡异无比，四周那些天人也都一个个大眼瞪小眼，不管他们心底如何琢磨，可有一定能确认，那就是公孙婉对这紫灵侯很是厌恶。很快的，众人简单的沟通后，也纷纷意识到，公孙婉之所以把众人叫来说这些，目的很明显的就是希望借助众人之口将此事传出去。他们需要考虑的不是传播开后这计策有没有用，而是如何用最快的速度去传开。彼此达成了一致，大殿内的众人匆匆离去，用各自的方法，很是卖力的将此事传开。很快的，整个北部7州关于紫灵侯心向邪皇朝的传闻就铺天盖地的扩散。而北部也是第2仙域的一部分，虽是2大皇朝，可私下也有暗子联系。几乎不到2个时辰，这消息从各个渠道传入到了仙域南部11州，继而传到了荆州城内。随着消息的扩散，顿时就引起了轰动。可以说，每一个听到了此事的人，第一个反应都是愣了一下，一脸的不可思议。半神也好，天人也罢，还有元婴、结丹，几乎所有具备理智之人都被这个消息震撼得目瞪口地。实在是这消息太假了，也太过荒诞。鬼母天尊召集各州大尊，只为说出此事，这也太夸张了吧！紫灵侯暗助，使得北部最后1州被拿下，这不胡扯吗？有天尊出手，谁能守住啊？鬼母天尊要将紫灵侯的功劳回报给邪皇，这紫灵侯傻呀！若真的他背叛，不早就跑了，还会回来？种种议论，种种哗然，在这第2仙域的南部区域不断的传出。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不信，还是有小部分过于天真之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就相信了。可这样的人毕竟太少，几乎绝大多数都是一愣之后嗤之以鼻，哪怕他们反应再慢，也都一眼就看出，这根本就是那位鬼母天尊的污蔑。尤其是这污蔑，没有丝毫的技巧存在，简直就是裸的、假的，令人发指。只是假也有假的好处，正是因为此事太假，反倒在传开后，让不少聪明人原本第一个反应是不信，可渐渐的又觉得不对劲，最终也疑神疑鬼起来。而最抓狂的就是如今的神罗州大尊紫灵侯本人了。他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整个人都傻了一下，哭笑不得。他首先觉得冤枉，随后判断这是有人在害自己。可对方既然能请动鬼母天尊去这么陷害，按照道理来说，应该会想到更完美的污蔑才对。可偏偏此事架的让他都气乐了。难道是那位通天王？紫灵侯目光一闪，已有猜测。第1107集，小纯出场。就在这消息传遍整个荆州城时，随着城池内无数修士对此事的议论，关于紫灵侯被污蔑的言论也越来越多。巨鬼王听说了此事后，愣了一下，脑海第一个反应就是与白小纯有关，心头也在叹气。实在是他也觉得白小纯的这个做法完全没有什么攻击力，这件事根本就没人会信啊。巨鬼王顿时头痛，赶紧去找白小纯，想要问询一番。可还没等他进入白小纯所在的密室，这密室大门就突然开启，穿着一身紫龙长袍，戴着王冠，全身上下透出天尊至高气息的白小纯，随着大门的打开，一步步走出，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压迫而来。巨鬼王呼吸都停顿了一下，只觉得此刻从密室内走出的白小纯与他记忆里完全不一样。他的衣着，还有那身上散出的好似凌驾于众生之上的气息，尤其是目中仿佛有念力弥漫，似乎一切生命在其眼中都只是蝼蚁而已，如同是站在大山的巅峰，掌控世界的脉搏，掌握生灵的念力。巨鬼王呼吸顿住时，内心更是无比震动。他一肚子的话语，此刻竟在嘴边无法说出丝毫，只能怔怔地看着眼前这在自己记忆里从没出现过如此姿态的白小纯。这一袍是天尊道袍，是白小纯成就天尊后圣皇赏赐，放眼整个圣皇朝，算白小纯在内，也就只有5人有资格，平日里不会穿戴，只是在每10年一次的大朝上，又或者是极为隆重的仪式中才会穿上的道袍，包括王冠也是这般。此刻随着这本身就堪称至宝的道袍穿在身上，白小纯的气质立刻大变。他看了巨鬼王一眼，对方目中的震撼让白小纯心底有些得意，可却保持肃然，向着巨鬼王点了点头，跟在本王身后。白小纯知道自己此刻的气势不能断，开口后向着府邸大门昂然走去。巨鬼王气息一促，他隐隐猜到了白小纯的计划，此刻心底虽迟疑，看白小纯的话语似带着某种不容置疑之意，尤其是这一刻白小纯身上的气势，更是让巨鬼王在心底首次的居然有了一种好似当年第一次看到魁皇时的震撼。最早的时候，魁皇还没有被大天师架空时，其身为皇者令蛮荒畏服，他的目光可让咆哮翻滚的天地也都平静下来。望着白小纯的背影，巨鬼王目中露出奇异亮色，深吸口气后，他竟稍稍低下了头，如同臣子陪同皇者一般，跟随在了白小纯的身后。随着白小纯一路走去，这府邸内所有的仆从之修都在看到白小纯后，登时心神狂震，一个个呼吸似都要停滞，被白小纯的装扮以及气势彻底压制，不由自主的
纷纷低头跪拜。就这样，白小纯一路走出府邸后，府邸内的所有人始终跪拜不敢站起。与此同时，在走出府邸，站在了街头时，白小纯的气势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为爆发，一路向着灵九天尊的府邸漫步走去。所过之处，但凡是在他四周看到了白小纯的荆州城修士，无论是什么修为，都在这一瞬心神震颤，被白小纯的气息震慑，全部都在吸气中纷纷拜见。拜见天尊，拜见天尊，拜见天尊。这声音开始还零散，可很快的就越来越多，不是他们愿意如此，而是在威压下的本能。好在白小纯居住之处距离灵九天尊的府邸不远，很快的，白小纯的气势达到了巅峰时，他已走到了灵九天尊的府邸前。看都不看守护在那里的几个目瞪口呆的天人老者，白小纯一步走了进去。巨鬼王神情一震，也赶紧跟随。至于那几个守护在这里的天人修士，他们的职责本应是阻拦，可如今在白小纯那气势下，他们根本就生不起丝毫反抗的念头。就这样，白小纯一路从容、顺畅无阻地踏入到了灵九天尊的府邸。在进入这里的瞬间，他就感受到了在前方的一处大殿内，里面正有10多人，紫灵侯也在其中，四正在商讨。其中一人的气息看似隐晦，可在白小纯的眼睛里，对方的存在就如同是黑夜里的火把，极为的显眼。几乎在白小纯感受到了灵九天尊的瞬间，在这大殿内有些头痛的灵九天尊忽然抬起头，在他头颅抬起的刹那，他与其麾下半神们所在的大殿之门嘎吱一声缓缓被推开，引起了此地那10个半神和紫灵侯的注意。他们下意识地回头时，一个个都好似被天雷轰击，全部呆在那里，怔怔地看着此刻站在大门外，穿着天尊道袍，戴着王冠，一身气势尊高无比，如同降临世界的神般的白小纯。紫灵侯也在其中，此刻倒吸口气，脑海空白。白小纯直接就无视那10个半神与紫灵侯，随着大门的推开，他的双眼直接就落在了这大殿上首处，坐在那里的一位老者。这老者一样穿着紫袍，可却并非天尊道袍，其全身上下散出天尊的威压，似能影响天地的变化。他明明是坐在那里，可却给人一种不真实的虚幻感，任谁看的时间长了，都会在心底有一种对方是尊神的感觉。而此刻在大殿中的那10余位半神，一个个都脑海嗡鸣。他们首先没想到白小纯居然来了，其次更没想到来临的白小纯竟穿着天尊道袍，一身气势压迫，将圣皇给予的王位身份表露得极为彻底。而更让他们难受的是，此刻夹在了白小纯与灵九天尊之间，这2尊神此刻的目光对望形成的威压，使得这些个半神与紫灵侯都暗自叫苦。灵九天尊眯起眼睛，面色从始至终都没有丝毫变化，盯着白小纯。准确地说，这还是2人的第一次见面。不好意思，这次的例会本王来晚了。白小纯与灵九天尊目光凝望少顷，淡淡开口，迈步走了进去。目光扫过四周后，右手抬起一挥，顿时在这大门的位置，赫然从虚无中有无数石块凭空出现，竟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刹那融在一起，直接就形成了一尊巨大的座椅。将座椅评书法塑造出来后，白小纯这才袖子一甩，直接坐在了椅子上，与灵九天尊隔着大殿广场再次对望。此刻这大殿内前后2侧各有座椅，各有天尊，分庭抗衡，平齐平坐之意不言而喻。你们可以继续，本王只是履行圣皇给予的职责罢了，尔等不用理会。坐下后，白小纯淡淡开口。大殿内众人纷纷气息波动，颇有种城门着火殃及池鱼的感觉，一个个大气不敢喘，哪敢说话。而那紫灵侯，他也看到了在白小纯身后的巨鬼王，他只能期望灵九天尊那里可以将白小纯震慑。灵九天尊冷冷地看着白小纯，忽然笑了，这笑容带着冷漠，更有一丝轻蔑，收回目光，对着大殿内的半神们只说了2个字：继续。大殿内众半神迟疑了一下，眼看灵九天尊发话，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开口：大人，针对紫灵侯的事情已经查清，这就是污蔑。没错，是邪皇朝那边常用的阴谋。若我们因此而质疑紫灵侯，才真的落入到了邪皇朝的毒计中。卑职请大人下令，昭告第2仙狱，还紫灵侯一个清白。众人纷纷开口后，灵九天尊嘴角带着冷笑，淡淡开口：准。说完，他起身就要离开，可就在这时，白小纯抬起了头，缓缓说了一句：慢着。第1108集，强行抹黑灵九道友，此事不妥。白小纯抬着头，声音缓慢，可却一字字的回荡在整个大殿内。一切都需要讲究证据，紫灵侯是否被人污蔑，这件事也要看证据的。而本尊也不认为邪皇朝堂堂鬼母天尊会去污蔑一个区区半神，除非是我们的这位紫灵侯得罪了鬼母天尊，且有什么凭事，使得他哪怕在神罗州内也依旧不害怕鬼母神出鬼没的出现在其面前，收割其性命。白小纯话语一出，大殿内那10个半神以及紫灵侯都心脏一跳，至于灵九天尊则是眯起眼睛，
他没有不让白小纯说话，因为他知道有圣皇的旨意，白小纯在这第二仙域名义上与自己有一样的权利，而他也没有后悔去拿下巨鬼王，从而间接挑衅白小纯的做法。在他看来，第二仙域只能有一个声音，而这也是圣皇所暗示的，所以无论如何，他都要打击白小纯的名望。哪怕白小纯已经很低调了，每天都在修炼，可对于09天尊而言，仅仅是这样显然是不够的。他需要的是一次间接的出手。当巨鬼王的大尊身份被撤下，而白小纯又无能为力时，这件事引起的深远影响，将使得第二仙域所有人都深刻明白，这里依旧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声音。可他承认，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小看了眼前这个通天王。实际上，这件事从传入他耳中后，09天尊就已经意识到了被动。这些疑点，你们看不出来？白小纯狠狠一拍座椅，神色凝重，声音也都带着强烈的压迫感，使得大殿内这些半神一个个都呼吸急促。白小纯的话语说的并非犀利，可加上他的身份，配合他的修为，却仿佛成为了绝世利器，直接就轰开众人的身体，穿透他们的灵魂。荆州城在你们10人的管理下出现如此大的问题，你们难道就不反思一下？今日是本尊在这里，那么可以想象本尊不在的时候，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事情？我最后问一句，你们10人，你们可敢以生命去保证紫灵侯没有通敌叛国？最后，白小纯几乎是喝问起来，使得整个大殿顿时如有风暴凝聚。那10个半神在白小纯的气势下，面色苍白，身体发抖，更有几人坚持不住，下意识的就倒退数步。白天尊，我紫灵清清白白，这是有人在污蔑我。其他半神不敢开口，更不会去为紫灵侯担保什么。可紫灵侯本人此刻哪怕压力再大，也都强忍着白小纯身上散出的威压，硬着头皮抱拳开口。他心底已经在开骂了，如果是他之前还只是怀疑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很确定，污蔑自己的正是眼前这个白小纯。可偏偏他不能去说，实际上此地众人哪一个不明白？但这种事明白归明白，一旦说出，意义可就不一样了。半神去指责天尊，此事一旦出现，就连09也都保不住紫灵侯，于是就注定了这场对话的不平等。你是否清白，不是本尊说的算，一切要看证据。若是换了其他事，倒也好说，可这种事情，你有证据就拿出，没有证据的话，关乎通敌叛国，关乎一州的丢失，此事你还是去与圣皇陛下解释去吧。白小纯看都不看紫灵侯，说话时目光始终望着09天尊。北周的丢失真的与我无关，堂堂鬼母天尊亲自出手，我一个半神怎么能敌？紫灵侯心中的憋屈已经快要爆了，此刻情绪难免激动了一些。闭嘴！白小纯眼睛一瞪，你不说这个还好，说起此事，我更要好奇，为何鬼母天尊居然没杀你？他为什么不杀你？他为什么放你离开？你说你没通敌叛国，可以，证据呢？紫灵侯要疯了，此刻身体颤抖，额头青筋鼓起。他感受到了白小纯目中的杀机，感受到了四周其他半神的疏远。他焦急中正要开口，可就在这时，09天尊直接低喝一声：“够了！”09天尊皱着眉头看向白小纯：“老夫为紫灵侯作保，此事通天王可满意？”09天尊眯起双眼，冷冷说道。他话语一出，紫灵侯顿时激动，内心在这一刻都有一股愿意此生为09天尊鞍前马后死而后已之感。不满意？白小纯眼睛一瞪，虽09天尊的反应不在他的意料之中，可若论随机应变，白小纯这些年的经历使得他瞬间就重新组织了语言。本尊不满意的不是09天尊的说法，而是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本尊不满意的是什么时候我圣皇朝居然变成了一切不讲证据，只是一句担保就可以化解问题的方式。本尊不满意的是09天尊你的信任，难道凌驾于我圣皇朝万万子民安危之上吗？白小纯蓦然起身，声音带着痛惜，一句句话如同天雷，轰鸣整个大殿。这些话说的义正辞严，自然理直气壮。大殿内的那些半神，一个个好似首次认识白小纯一样，被震得有些傻眼。09天尊面沉似水，死死地盯着白小纯，正要开口，可白小纯岂能给他说话的机会？此刻袖子一甩，再次说出话语。况且此事既已发生，就算09天尊你确定紫灵侯没问题，可空穴不来风，鬼母天尊能有如此说法，此事能掀起这般风暴，这里面一定有大问题。而09天尊既然担保，好，今天本王就不对这紫灵侯搜魂，但在一切没有调查清楚前，为了防止万一，为了圣皇给予的信任，为了我圣皇朝的万万子民的安危，这紫灵侯不能再用，先关押大牢内，等一切调查的水落石出后再去定夺。白小纯目光一闪，露出阴冷之意，声音回荡间，大殿内的众人此刻也自然看明白了事情的因果。这是因紫灵侯抢了巨鬼的神罗州大尊的职位啊，所以这白小纯来反击了。大殿中的10个半神此刻都赶紧低头，生怕自己被卷入这场天尊权力之争内。他们虽是09天尊的人，可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想得罪白小纯。若白小纯是之前的样子也就罢了，
低调无比，他们还有底气去得罪一下。可如今来看，这白小纯根本就是一头披着羊皮的狼啊！手段虽简单粗暴，可却直接有效。最重要的，此人竟能说动鬼母天尊去，如此配合。哪怕这反击太过直白，没有任何技巧，就仿佛是手里拿着一泡狗屎，没有任何掩饰的，直接就向别人脸上去抹。可越是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就越是让众人心惊肉跳，不敢招惹了。紫灵侯眼看如此，目中顿时出现血丝，更多的却是恐慌。他知道，若按照白小纯的说法，自己被关押在大牢内，那么恐怕短时间根本就没有可能洗刷冤屈，而一旦时间久了，外面出现任何变化，都会对他造成影响。甚至他的直觉告诉自己，一旦成真，自己有80%可能是永不见天日了。天尊，我是冤枉，我真的是冤枉的。紫灵侯怕了，若白小纯手段精妙，他或许还不会如此恐慌。实在是白小纯这种裸的在自己脸上拍狗屎，掩饰都不去掩饰的手段，让他真的觉得眼前这个白小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此刻恐惧到了极致，赶紧看向灵九天尊。实际上，当初灵九天尊让他去神罗州时，他就有所担心，有心换个地方。但这一切都是灵九天尊执意安排，他也只能遵从。第1109集交锋与妥协。灵九天尊盯着白小纯，没有说话。白小纯也不再开口，与灵九天尊目光对望。二人的沉默使得整个大殿更为压抑，似乎有2股风暴在二人身上卷起，无形的碰撞。难受的就是中间的这10个半神了，而最难受的则是紫灵侯，他这一次是真的要哭了。而在场众人里，唯一轻松的就是巨鬼王。他一路看着白小纯的表演，直至此刻都觉得不可思议。那让他无可奈何的紫灵侯，此刻脆弱的就如同蝼蚁。要知道，这里可是圣皇朝，紫灵侯的身后也有天尊。可偏偏白小纯的每一句话都站在了道理上，使得那灵九天尊竟无法反驳。可就在巨鬼王这里心头暗自得意时，忽然的，灵九天尊的目光从白小纯身上挪开，落在了巨鬼王身上。收押可以，陈兜子，你去上任神罗州大尊。灵九天尊话语一出，大殿内10个半神里一个胖子，此刻身体猛地哆嗦了一下，心底骇然如掀起大浪。按道你们神仙打架，与我何干？有心拒绝。可眼看灵九天尊那如铁青一般的面色后，他身体颤抖，只能硬着头皮抱拳谢过。至于其他人，此刻都心中同情，可却打定主意远离这陈兜子。而紫灵侯则身体一颤，好似失去了所有的力量，面色苍白，目中无神，身体越发的哆嗦起来。白小纯眉头微微皱起，他承认这灵九天尊的确有些难对付，此人竟没有纠缠对于紫灵侯的收押，而是锁定在了巨鬼王身上，显然其目的是打算永远的撤掉巨鬼王的大尊身份，而且看其样子，怕是用不了多久，还会有其他手段去打击巨鬼王。老狐狸！白小纯内心哼了一声，传出话语：紫灵侯的事情仅仅是关押还是不够，此事关乎益州得失，关乎圣皇朝万万子民安危，关乎圣皇陛下的信任，还是本尊亲自去拷问一番好了。若这紫灵侯含冤，本王给他清白；可若他的确通敌叛国，本王相信此人绝非独自一人，他的背后必定还有其他同党。圣皇陛下让我镇守这第2仙域，我便还圣皇陛下一个第2仙域的青天。白小纯袖子一甩，目中带着狠辣，虎视眈眈地望着灵九天尊。这一刻，原本就受到了打击的紫灵侯听到了白小纯的话语，身体直接就瘫了下来，目中已绝望了。而其他半神也都纷纷心惊地屏住呼吸，人人自危。他们自然听出了白小纯的威胁，可以说只要紫灵侯在手，那么白小纯想要拿下谁，都可将大义扔出，直接出手。就算是事后被证明是被冤枉了，可那又有什么作用？时间已过不说，在被关押的过程中，太多的意外会发生，甚至此事对白小纯而言，不说无损，也都相差无几。他毕竟是天尊，最多被责罚几下，他承认自己看错了，圣皇又能拿他怎样？怕面上还得勉励几句，尽忠职守呢。白小纯的言辞已经将这威胁说得很是彻底。你灵九天尊只要敢动巨鬼王，好，那我白小纯也动你的人，甚至我最后还可能去动你，哪怕作用不大，可却能恶心你。我不但恶心你，我还去祸乱你整个第2仙域，让第2仙域人心惶惶。反正我自己一人，我是天尊，这里又不是我家，你能奈我何？这一切都是白小纯表露出的。灵九天尊气得浑身发抖，他的目中首次出现了杀机。白小纯的手段与污蔑紫灵侯的方式一样，都是简单直接、粗暴无比，咄咄逼人之下，明着去威胁。若是换了灵九天尊，他绝不会如此，而是讲究技巧，将圣皇朝的道貌岸然发挥到极致。可如今面对白小纯的粗暴蛮横，他先是措手不及，而后则是觉得棘手至极。半晌后，灵九天尊目中的杀机收起，深吸口气后闭上了眼。当他再次睁开双目时，整个人已恢复平静。巨鬼大尊，这里神罗州有功，陈兜子，你是否执意要求去神罗州？
大殿内众半神中的陈兜子此刻激动了，毫不纠结，根本不是自己执意要去的，赶紧上前抱拳，深深一拜，卑职不比巨鬼道友，无论才德、修为、治理州务等等，全部都不如，愿放弃大尊职位。放眼我整个第二仙域，唯巨鬼道友一人有如此资格啊！其他半神也都意识到了灵九天尊的退却，立刻上前，纷纷开口：神罗州不可一日无巨鬼道友，请两位天尊首肯，巨鬼道友才是最适合的人选。天尊英明，巨鬼道友是我圣皇朝不可得多之才，必然选他才是。随着众人的话语，灵九天尊点了点头，准。一句话说出，巨鬼王的神罗州大尊的职位再次归来，可他却没有什么喜悦。实在是这一次他亲眼看到的交锋，无不代表白小纯在这第二仙域想要低调的想法已经破灭了。接下来极有可能将是决裂期。白小纯内心一凛，若这灵九天尊发怒，白小纯不会担心，可眼看对方居然这么快就平息下来，这才让白小纯觉得此人的阴毒不好对付。不过既然事情已经有了结论，白小纯也不后悔自己的做法，只是他看了看大殿上的那些半神以及紫灵侯后，忽然脸上露出笑容。方才本王想了想，紫灵侯为我圣皇朝立下大功，岂能因这么一点小事就寒了其心？紫灵侯，本王相信你是被污蔑的。白小纯话语回荡，大殿上的那些半神心底都松了口气，实在是白小纯的做法让他们忽然觉得，这通天王也不是不能沟通，且并非是要置人于死地之辈。而最激动的就是紫灵侯了，他此刻激动中更有复杂。在经历了今天的一波三折后，他对灵九天尊已有怨气，对白小纯这里苦涩中更多的却是敬畏。此刻他赶紧起身，向着白小纯恭恭敬敬的抱拳，深深一拜。这一切被灵九天尊看在眼里，他的目中再次浮上阴沉，就如同白小纯觉得这灵九天尊老奸巨猾一样，在灵九天尊眼中，这白小纯也同样是个难缠之辈。此番二人虽没有彻底撕开脸面，可彼此都已经明白，二人的矛盾已经被扯开，日后但凡有可能，都会引来新的争斗。灵九天尊收回目光，身体一晃，当先离去。白小纯脸上此刻也不再严肃，而是浮现笑容，向着大殿内的众位半神打了个招呼后，就带着巨鬼王离开此地，回到了府邸内。回到居所后，巨鬼王才长舒口气，看向白小纯时已是心悦诚服。白小纯本打算多留巨鬼王几天，可巨鬼王着急赶回神罗州，实在是他担心离开久了，神罗州内会出问题。临走前，巨鬼王带着欣慰上前抱了白小纯一下：“小纯，你真的已经长大了。”带着感慨，巨鬼王好似甩掉阴霾般仰天一笑，转身化作长虹，直奔荆州城的传送阵。望着巨鬼王的背影明显的在对方身上，白小纯感受到了一丝老迈之意，他心底也有唏嘘，脑海不由得浮现出当年在巨鬼城时的一幕幕。许久，白小纯才转身回到了府邸内，继续盘膝坐在密室里，拿出残扇的令牌。此令牌他已研究很久，可除了对其气息的吸收外，再没有其他收获。里面的气息似乎越来越少了，可这令牌与扇子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白小纯有些头痛，想了想后，只能继续修炼。实际上，在这令牌气息的辅助下，在无数仙丹仙草的滋养下，白小纯的修为已经不再是刚刚进入天尊的时候，此刻已经快要达到天尊初期的巅峰了。之所以如此速度，这里面的重点就是令牌内那奇异的气息。第1110集，重逢大天师。时间一天天过去，关于紫灵侯与巨鬼王之间的事情，在这荆州城内没有掀起什么风浪，很快就平息了，甚至都没有几个人知道巨鬼王曾经在前段日子被撤下了大尊的职位。即便是紫灵侯那里的传闻，也很快就消散了。当白小纯与灵九天尊达成了一致后，整个第二仙域内圣皇朝的力量都在发动，将此事的影响彻底抹掉。在外人看来，第二仙域似乎一片祥和，可只有各州的大尊以及荆州城内的那10位半神才清楚的知晓，在这平静下隐藏着一股什么样的风暴。这风暴的核心就是白小纯与灵九天尊，在众人看去，这根本就是两尊神，他们的不和进而会形成的爆发，是让所有人心头震颤的恐怖。没有人会知道这风暴何时会爆开，或许很快，或许还需要一些时日，可他们深刻的明白一点，爆是一定会爆的。在这压抑中，但凡是知道白小纯与灵九天尊矛盾之人，平日里都极为谨慎，小心翼翼，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成为了引爆这两大天尊的导火索。同样的，在白小纯与灵九天尊的矛盾与小部分人中传开，众人心底慌乱时，在这荆州城内有一个老者始终在关注这一切。这老者平日里喜欢穿着一身青色的长袍，坐在一处客栈的2楼临街的桌子旁，每天都是清晨到来，在那里喝着酒，望着外面的天空。没有人知道此人叫什么名字，可从他身上透出的一股淡然之意，能隐隐看出此人的修为似很是不俗。而他目中的睿智之芒，也使得一切想要试探他的别有目的之人纷纷放弃。实在是这老者的目光看似平静，
可暗中藏着的锐利，似能看透人心一般。这绝非寻常修士能具备，这必然是一位掌握无上权势之人，日久天长之下才可养成的气势。他正是大天师。原本他准备去找巨鬼王，可当他到了神罗州后，却发现巨鬼王已经不是大尊了，这才来到了荆州城。虽不是亲眼看到了白小纯反击的一幕，可他通过蛛丝马迹，通过巨鬼王的官复原位，通过紫灵侯的暗胆，已经基本判断出了事情的全部。对于白小纯的手段，他虽有些哭笑不得，可心底深处还是颇为感慨。实在是在他的心中，白小纯于这权谋上的天赋可圈可点。如今外界虽看似一片平静，可身为曾经魁皇朝大天师的他，又岂能看不出来这平静下的风暴？所以他没有重寻巨鬼王，而是居住在了荆州城内。在这里，一方面观察白小纯，一方面则是观察整个荆州城这第二仙域的权力核心之地。直至这一天晌午，坐在客栈前的大天师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酒杯，目中慢慢闪过一抹精芒。时间也差不多了，喃中，大天师站起了身，离开客栈后，直奔白小纯的府邸而去。如今的白小纯没有去关注外界的一切事情，他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研究那残扇令牌上。随着修炼，这令牌内的气息越来越少，可随之而来的，则是令牌内升起的一丝丝吸力。这吸力无法撼动外界物体，只是白小纯纯粹的感觉。这一点让他心神震动，越发觉得这令牌或许真的就是开启扇子的关键之物，所以在研究上就更为认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感受到了在府邸外有人刻意的散出了一缕让他觉得熟悉的气息。这气息被白小纯察觉的刹那，白小纯猛地睁开眼。大天师？白小纯一愣。如果说通天世界的无数人里，守灵人的超然，通天道人的冷酷，这些都是让白小纯印象深刻的大人物的话，那么大天师那仅次于通天道人的枭雄姿态，一样让白小纯印象极深。这毕竟是能将魁皇都架空，更是压制了如巨鬼王这样的4位天王，使得4人虽都外放，可却因种种原因，也只能团结在大天师四周，能将整个蛮荒打造得如铁通一般，维持与通天道人麾下4脉的战争，且持续了很多年。这里面虽有守灵人的缘故，可也同样的，正是守灵人的存在，使得大天师的光辉自然而然的就被掩盖了大半。而这样的人，无论是在通天世界，还是在这永恒仙域内，也都必然不会平凡。他若是投靠圣皇，怕是对圣皇而言，其意义或许不如白小纯，可价值之大，必然惊人。甚至若大天师肯埋下心来，那么在圣皇朝的朝堂内，也都可掀起风云。同样的，在邪皇朝也是这样。可如今，对方的气息居然出现在了自己的府邸外，且很明显的，这大天师曾经就是半神巅峰，在这永恒仙域这些年，不知有了什么机缘造化，在收敛气息上，竟做到了天尊不主动，居然无法察觉的程度。这就让白小纯更为惊讶，此刻连研究令牌的心思也都少了，身体一晃，瞬间消失，出现时赫然在了府邸外。看到了此刻站在那里，穿着一身青色长袍，身体挺拔，沧桑中却带着睿智的大天师。大天师老了，头发花白，就好似寻常的老人一样。在白小纯现身后，他抬起头，嘴角露出笑容，拜见天尊。大天师并没有拿出在蛮荒时的姿态，也没有觉得向白小纯拜见需要什么心理的调试。实际上，当日在魁皇城内，白小纯作为魁祖的出现，就已经让他看清了自己的身份。如今在这永恒仙域，白小纯晋升天尊，这一切更是让大天师深刻的明白自己需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白小纯。大天师，白小纯心底惊喜，上前一把拉住大天师，脸上笑容充满真诚。不敢当，天尊还是称呼老朽司徒好了。大天师摇头，神色带着唏嘘与感叹。叫什么不重要，大天师快请。白小纯哈哈一笑，没在意称呼什么，拉着大天师进入府邸内。一路上，大天师脸上笑容温和，看着四周，直至到了府邸的大殿内，他看着此地的奢华，又看着白小纯身上无论是修为还是气质的变化，喟叹更多。依稀间，脑海里曾经在自己面前小心翼翼地出一些毒计的身影，慢慢的淡了，取而代之的则是眼前这个让自己满心赞赏，甚至愿意放弃唾手可得的荣华，甘心去辅佐的白小纯。想到这里，大天师深吸口气，在这大殿内凝望白小纯，目中更有睿智之芒，缓缓开口：天尊，你如今有3大忧，司徒愿为你化解。这话语一出，顿时原本好似寻常老人般的大天师，其身上散出的一种特殊的气质，似有能力掌控一切。若有旁人看到，此刻必然会马上意识到此人绝非寻常之辈。愿闻其详。白小纯目中金芒一闪，听到大天师一进来就这么开口，他也明白了对方的心意，精神一振，看向大天师。第一忧并非与灵九天尊的关系，而是如何在这第二仙域站稳脚跟。第二忧，永恒仙域太大，又有众多阻挠，在那阻挠之下，通天世界的人们根本就无法凝聚在一起，
时间久了必然被蚕食融合。第三优就是你自己也知道，你看似有目标，可实际上你自己也不确定你的方向。大天师的声音一句比一句大，到了最后，说完这三优，他目中露出亮色，看向白小纯。天尊，不知司徒说的可对？第1111集，天师三策。白小纯没有说话，反倒是坐在了上首的座椅上，望着大天师，嘴角恰到好处的露出一丝笑容，这笑容里带着一抹能被看出的赞赏。这种姿态并非是白小纯自己就会的，而是他学习圣皇。实际上，白小纯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他这一生一路走来，但凡是看到比自己优秀之人，都会从其身上模仿出一些动作以及神态。若来者是巨鬼王等熟人，白小纯自然不会如此。可如大天师这样的枭雄，哪怕对方到来的目的就是要辅助，可白小纯一直相信，若自己这里除了修为外，再没有其他的长处，那么出现问题也只是时间长短罢了。所以他下意识的就模仿出圣皇的样子，此刻温和里也带着鼓励。这一切被大天师看在眼里，他笑了，这笑容带着真诚，有更深的感触。如果说之前他已经是心悦诚服的话，那么这一刻他的心底颇为开心，与巨鬼王的想法一样，他此刻真的觉得眼前这个白小纯已经长大了。可他也明白自己断然不能继续再有这种思绪，从此之后不说君臣之分，可主次之义必须要有。而自己若是一直有这种认为对方长大了的心态，那么以后必然会有一天在这一点上犯下大错，引来杀身之祸。大天师深吸口气，闭上了眼，再次睁开双目时，他目中露出的是彻彻底底的恭敬，向着白小纯深深一拜后，大天师神色肃然，缓缓开口：天尊，第一优的化解，若只是想站稳脚跟，此事太容易了，无论是收买人心还是反客为主，老夫都有办法做到。大天师目中透着睿智，声音平静，似有无穷自信。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天尊下旨，给第二仙域上至半神，下至筑基，所有人每月获得的俸禄，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1倍，一切消耗从荆州城出。如此一来，林九如拒绝，则必然引起怨气；若同意，则成全天尊威名，定让他前后两难，纠结无比。且本就不是天尊你的钱财，拿出去送人，自然最好了。白小纯听到这里，眼睛猛地一亮，只觉得这一招狠辣无比，用别人的钱去收买人心，偏偏对方进退两难。若论恶心人的程度，比自己之前强行污蔑高明的不是一星半点。不过天尊，在老夫看来，坐稳此地没有任何意义。有09天尊在，那么于这过程中，不管我们取得了什么优势，09天尊都可直接打破规则，出手一战。在那绝对的修为下，一切计策都是虚无。同样的，这也是天尊你的优势所在。所以，老夫建议天尊三思，我们的目标不是在此地站稳，而是如何借助如今的优势以及接下来行动，去达成一个对我们更有利的局势。比如，那如今已经部署于圣皇朝的北部大天师说到这里，看了白小纯一眼。白小纯此刻心神一震，若有所思。大天师的话语隐晦，可他还是听懂了。这意思是，如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某个目标服务，而这个目标就是北部，获得一个名义上的身份吗？白小纯忽然开口。大天师笑了，向着白小纯再次一拜。现在老夫说一下第二优，来自2大皇朝的阻挠也好，时间过久导致通天世界之人被融合也好，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立。只要自立，甚至都不需要3分天下，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那么就可让通天世界之人凝聚而来。可只要天尊你稍微表露出一些欲自立之心，必难逃浩劫。可偏偏越是晚一天自立，则我们就越是被动。而这又回到了第一优上，若天尊能顺利解决第一优，达成目标，那么老夫在此也立下军令状，必可解决自立之事，甚至也不担心引起圣皇的忌惮，因为老夫要做的不是武装上的自立，而是在利益上的自立。圣皇朝不会介意短时间内存在一个炼灵之州。大天师微笑，神色内带着强烈的自信，好似又回到了他当年在葵皇朝时凭着一己之力搅动风云。至于第三优，我们所在的世界强者为尊，若有一天天尊晋升太古，一切问题迎刃而解。而老夫如今所做的，只是让天尊你成为太古后可以顺理成疾，擎天之山瞬间立起。大天师说完，退后几步，向着白小纯抱拳，再次一拜。天尊若认可老夫所言，还请给我在紫兰州内安排一个副尊的身份。这紫兰州是老夫从11个州内选出，靠近北部边缘的同时，也最适合接壤存在之州。如同桥头堡，掌握此州就可方便北部战事。甚至关于此州的大尊，其麾下的天人，老夫也都有过研究，有信心，只需3个月的时间，此州看似属于圣皇朝，可实际上已经是我们的了。大天师这句话说的更为自信。白小纯神色古怪，之前大天师说的那些虽有道理，可他也还是觉得
这最后的一句才最有说服力，实在是若论架空人的本事，在白小纯看来，大天师那可是干了近乎一辈子了。他若自称第二，怕是永恒仙域这么大，也都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好，白小纯沉吟片刻，轻轻点头。随着大天师含笑起身，白小纯立刻用自己的身份给大天师做了安排。此事原本不会那么容易，可如今白小纯在荆州城内，那些半神都不敢招惹，对于他的要求自然快速通过。而灵九天尊竟也诡异的没有阻止，似乎始终在等什么契机出现后，准备绝命一击的样子。几天后，当大天师如愿获得了封赐时，他离开了荆州城，直奔紫兰州。临走前，他也提醒了白小纯关于他对灵九天尊猜测。白小纯也已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大天师走后，他越想越觉得不能如此被动，于是一握拳头，不能让这灵九天尊继续等待下去了，我要逼他来与我妥协。白小纯有了决断，立刻就开始实施。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大天师举例时曾说过的那个毒计。身为天尊，白小纯哪怕手底下没有什么人，可想要推动此事，想要让整个第二仙域都知晓此事，也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几天的时间，在这第二仙域内就开始有这么一股传闻开始扩散。听说了吗？通天王提议要给第二仙域所有修士全部俸禄翻倍。天啊，如此一来，每年第二仙域的支出同样也都翻倍，这数目太大，灵九天尊能同意吗？这种好事，若真的能成，我立刻去拜见通天王表示感谢。在这议论中，此事越传越烈，甚至到了最后，整个第二仙域内，此事如同风暴，就算是压制也都压不下来。谁去压制，谁就会被质疑，毕竟这种事情是对所有人而言都是大好的事情。荆州城内的那些半神也都慌了，可此事比紫灵侯的事情还要棘手，他们也不能在这件事上过多言辞。至于灵九天尊，他整个人在听到了此事后，更是怒意滔天，差点就彻底爆发。此事果真是应了大天师的判断，灵九这里同意也不对，拒绝更不对。该死的白小纯！而白小纯也在此刻第二次参与了荆州城的例会，在那例会上，他平静地将此事提了出来。第1112集，你要什么？大殿内，荆州城内10个半神，一个个低着头，神色肃然，望着自己的脚尖，似乎想要在脚尖上找出某种绝世秘密一样，极为认真。对于白小纯此刻回荡在大殿内的话语，对于灵九天尊那边正在升腾的怒意，这10个半神一个个都好似神游太虚，不敢参与丝毫。实在是这种神仙之战，他们自认为有10个胆子，也都不敢参与。实际上，若能选择离开的话，他们此刻都会瞬间逃走。此刻，大殿内的灵九天尊死死地盯着白小纯，内心此刻的怒意已经要控制不住了。实在是他觉得眼前这个白小纯行事做法太恶心人了。无论是之前紫灵侯的事情，还是如今的增加俸禄，手段虽不同，可却都是让人好似吃了粪便之后才知道那是粪便般，恶心的肠子都在翻滚。如此毒计，灵九天尊咬牙，心底憋屈，郁闷无比，偏偏又无法发泄出去，更不能拒绝。一旦拒绝的话，他能想象得到，这正中了白小纯的计策。可若是同意，他的心都在滴血。第二仙域不是白小纯的，所以白小纯不在意。可对灵九天尊而言，他已然将此地看成了自己的领地，他的心痛的此刻好似撕裂一般。最终，他好不容易强忍着心底的杀机，慢慢的站起身，袖子一甩，直接就离开此地，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白小纯眼看着灵九天尊已经失态，心底得意，他不着急去逼问，他相信很快灵九天尊自己就会给出答复。实际上也的确如白小纯判断，不到3天，灵九天尊就下了封命，第二仙域所有圣皇朝的官员俸禄全部增加1倍。此事一出，顿时整个第二仙域都轰动起来，无数修士对于灵九天尊，对于通天王白小纯都感激无比，尤其是那些知道因果之人，明白这一切表面上是白小纯为所有人争取了利益，可实际上这根本就是2大天尊的一场暗中斗法。而这场斗法显然是白小纯胜了，这就让越多的人对白小纯的观感有了不同，甚至一些人渐渐有了投奔之意。就这样，通过这2次事情，白小纯将自己的形象在第二仙域的修士心目中慢慢的塑造，渐渐的形成后，最明显的收获就是第二仙域修士在谈论天尊时，不会如往常那样只提起灵九天尊，而是会将他白小纯同时提起。这种变化也同样被灵九天尊看在眼里，他沉默了许久。若是换了白小纯刚刚到来时，他不会如此在意。在他的判断里，白小纯只是一个小辈罢了，在圣皇城有人忍让，可在这里翻不起大浪。所以哪怕白小纯选择低调，可这在灵九的眼中也正是示弱的表现，同时也坚定了他之前的判断，于是才有了他要拿下巨鬼王之事。在灵九的认识里，既然你示弱了，那么我自然要好好的从你这里挖下一大块肉才可以。这种想法持续到紫灵侯事件时，随着白小纯的反击，让灵九天尊首次感受到了棘手，对于白小纯也重视了不少。
不过那个时候的灵九天尊依旧是有自信，因为他认为白小纯的手段太过粗糙，自己完全可以在之后的日子里，慢慢的将这个白小纯彻底镇压在第二仙域。直至白小纯在第二次例会上提出的那个釜底抽薪般的毒计，也正是在那一刻，灵九天尊的心中真正的将白小纯抬高到了与自己平等的位置上。摆在平等的位置后，他慎重的审视了一下与白小纯继续这么内斗下去的话，对他们二人而言都没有好处，最大的获利者反倒成了圣皇。而身为天尊，懂得不仅仅是平视碾压，更有妥协与交换。带着这样的心思，在一个没有人能察觉他动作的深夜，灵九天尊的身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密室内。打坐中的白小纯忽然睁开双眼，看着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一团黑雾，脸上露出一抹笑容。他等灵九天尊来妥协，已等了很久。实际上，在与大天师沟通后，白小纯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想要什么，同时也深刻的明白，想要获得自己所需的身份，单凭自己绝对不够，所以才有了之后的事情与姿态。他相信，最不希望自己继续留在荆州城的，必然是这个灵九天尊。灵九天尊的身影隐藏在黑雾内，他望着白小纯，也看到了白小纯脸上的笑容，这更是印证了他对白小纯的判断，心头也一松，明白眼前这个白小纯的确别有目的的同时，也因白小纯这个笑容，将其在心底更高看了几分。大家都是天尊，都是明白人，有些时候一句话，一个笑容，彼此就都会明悟。你要什么？所以最终灵九天尊只是问了这一句话。白小纯双唇微动，说出了一句话。灵九天尊目光一闪，露出金芒后，慢慢陷入沉思。半晌后，他没有给出答复，转身消失。灵九天尊的到来无人知晓，此后也再没有出现过。所有的一切都与之前一样，与白小纯之间似还是存在了矛盾。偶尔的例会上，白小纯不出现则罢，一旦出现，二人之间的风暴让那些半神强者都心头狂颤，生怕二人真的控制不住打了起来。直至数月后，当原子兰州的大尊，那位身体虽矮小，可修为却是半神的强者，带着憋屈，带着郁闷，更有愤愤的情绪，找到灵九天尊向其请辞时，在灵九天尊的询问下，他也说出了一位叫做司徒的半神强者，在白小纯的安排下，在数月前成为了紫兰州的副尊。而此人心狠手辣，更是狡猾多端，仿佛有用不完的各种阴谋诡计，生生的在3个月里就让他这位大尊不说众叛亲离，也相差无几。他甚至对这司徒都从心底产生了恐惧之意，宁可请辞，也不愿再在紫兰州居住。听着眼前这位半神的话语，灵九天尊呼吸微微急促，此事似乎成为了一个炸开一切的引爆线。灵九天尊在忍受了几次后，此番再也无法隐忍下去，整个人立刻就爆了。好大的胆子，白小纯，你欺人太甚！他毫不迟疑的直接凭着自己的身份，下令让巨鬼王以及大天师这二人带着其所在州的麾下军团，即刻发兵仙域北部，让他们去开战。甚至封命里更有提出，若他们打不下一州之地，那么就要被拿下问罪。这消息一出，荆州城好似要炸了一般，所有半神都心怀惴惴，立刻就意识到两大天尊必然要出问题了。不好，他们二人要出大事！天哪！我圣皇朝有规定，天尊之间彼此不可在领土内交手。在这第二仙域震动的同时，白小纯也猛地抬头，听说了此事后，他目光微微一闪，随即就露出滔天之怒，从闭关之地骤然的冲出。天尊修为惊天爆发，扩散全城后，向着灵九天尊那里狠狠地撞击过去。灵九老贼，你欺人太甚！在白小纯神识镇压过去的刹那，一股比白小纯的神识之力还要惊天的气势强横地反击出来，无形的碰撞形成的轰鸣，直接就在荆州城无数修士的耳边轰隆隆地炸开。白小纯，你找死！种种矛盾之下，二人似彻底撕开了脸面，在这荆州城内直接就彼此急速靠近，轰然出手。那隆隆隆的天雷之声越发的咆哮，飞沙走石间昏天暗地，风撕云裂。对于荆州城的众人而言，这一刻好似末日降临，心神狂颤。第1113集，北部界主。好在二人似乎都还能克制，在近乎发泄般的爆发后，彼此就有所收敛，不欢而散。只是白小纯与灵九天尊之间的冲突虽告一段落，可对于荆州城而言，恐慌仅仅是开始。他们深刻地明白，若白小纯与灵九再次开战，稍微一个控制不好，引起的动荡之大将是一场浩劫灾难。同样的，关于白小纯与灵九天尊出手交锋的事情，也立刻被圣皇通过种种方式知晓，圣皇城也都因此事而震动起来。毕竟天尊之间是禁止相互出手的，更不用说是在自己的领土内出手，若是不加以控制，则危害太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白小纯的奏集还有灵九天尊的奏集近乎同时传入到了圣皇那里。最终也不知灵九天尊的奏集如何写的，也不知他是怎么暗中操作的。总之数日后，圣皇下旨，册封通天王为第二仙域北部之王，任界主仙尊，统领北部5州，务必光复北部，即刻出发。这消息一出，圣皇朝所有听说之人无不睁大了眼，
不是因白小纯得到的封赐太大，而是第二仙域北部一共就5个州，白小纯虽被册封北部之王，可却没有半点领土，更不用说他的使命是光复北部。此事让太多人费解的同时，也都摇头感叹，知道白小纯那里已经在圣皇朝内不被人喜，大受排挤。当这个消息传入荆州城乃至第二仙域时，有类似想法之人更多，唯独巨鬼王与大天师二人显然沟通过，在听到了这个消息后，目中都露出激动。终于等到了这个名义。同样振奋的还有在荆州城的白小纯，这在外人看来没什么用处的名义，对他而言价值太大。这不但可以将他从这荆州城的职务上解放出来，更是有了强烈的自主权利。这也正是大天师的提议。与其在这第二仙域与09天尊争夺，无形的消耗，相互制衡，不如另起炉灶，与无人看好的北部开疆破土。如此一来，才可真正站稳。白小纯也认为这个提议很好，所以当日09天尊到来，问他想要什么时，他在传音里就明确地告诉了09天尊，他要的是北部。这对09天尊而言丝毫无损，更可打发了白小纯。他也实在是对于与白小纯的争斗感觉疲惫，故而一拍即合，才有了后面二人联手演下的一场戏，目的就是要达成二人的所愿。如今来看，09天尊的确在这件事情上出了大力，否则的话，此事不可能如此快的就被通过。毕竟聪明人不少，白小纯的想法圣皇一定知晓，之所以同意，恐怕也是因大势所趋罢了。09天尊人真不错呀，既然出了这么大的力，我也就尽快走吧。白小纯感怀中也觉得，若继续留在荆州城，先不说符合不符合自己的计划，仅仅是心里他都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白小纯在接到圣皇的法旨后，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荆州城，没有带走任何人，也没有与谁去告别。在清晨的初阳抬头时，白小纯化作一道长虹破空而去，直奔北方。在靠近北方的紫兰州，那里此刻集结了不少的修士，其中一半来自紫兰州本身，另一半则是神罗州的修士，正是巨鬼王与大天师之前奉命集合所在州的势力，在此整顿，等待白小纯的到来。实际上，这也是09天尊欲与白小纯化解恩怨的一个举动。也正是因他之前的命令，使得原本打算暗中凝聚势力的巨鬼王与大天师可以光明正大的带人集结此地。放眼看去，这里的修士数量超过5万，里面虽只有巨鬼王与大天师2位半神，可天人却是不少，更有一些更是这些时间里从各方层层封锁下来此投奔的通天世界之人，数量虽不多，可任何一个对于巨鬼王与大天师而言都是极为宝贵。而他们的等待也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天空中风云变幻，轰鸣下，白小纯的身影破空而至，站在了苍穹上时，随着齐天尊修为的散开，下方所有修士，不管是属于通天世界还是永恒仙域，都纷纷心神震动，恭敬无比。大天师，你可准备完毕？白小纯目光扫过众人，最终看向大天师。这段时间，大天师虽不在荆州城，可他以及巨鬼王与白小纯之间的沟通不少，三人也早就定制了一系列的计划，此刻摆在他们面前，就是要即刻拿下一州之地。禀大人，一切已完成，这北部的云海州，我等有把握将其攻下。只不过虚大人拖延来自鬼母天尊的反击，只需1个月时间，老夫就可掌控云海州。白小纯深深地看了大天师一眼，又看了看一脸战意的巨鬼王，点了点头后，没有多说，身体一晃，直接就踏入北部区域，瞬间远去。几乎在白小纯的身影消失的同时，大天师与巨鬼王同时发动麾下军团，很快的轰鸣之声回荡间，尘土飞扬中，数万大军在二人的带领下立刻开动，直奔与紫兰州接壤的北部云海州。此刻的白小纯在这北部的区域中，在云海州的范围内选择了一处高耸的山峰，盘膝坐下，闭目打坐，一动不动，可却有天尊的修为，在这一刻滔天爆发，笼罩天地的同时，也好似黑夜里的冲天之火，距离很远，也都可被人清晰感受。这气势的崛起，立刻就将云海州的大尊等人全部震慑，一个个吸气心惊的同时，白小纯这里爆发出的天尊波动，也将如今正打算进入云海州救援的其他州的邪皇朝修士大军纷纷震慑，使得这些邪皇朝的修士竟不得不止步，不敢靠近。天尊镇守，哪怕半神也都只能低头，能与天尊对抗的唯有天尊。白小纯，在这救援的修士大军全部停下时，一声带着阴冷的声音骤然间在这天地内回荡。随着邪皇朝众人心头振奋，只见远处苍穹间一道赤色身影破开虚无，直接就踏入云海州的范围内，直奔盘膝坐在山峰上的白小纯呼啸而去。这赤色身影是一个女子，穿着红色的长袍，看起来明媚动人，妙曼无比，容颜绝美，可如今却是带着煞气，尤其是其双眸内的幽芒，使得这煞气似形成了鬼物，在她的四周赫然幻化出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鬼脸，更是在其脚下蜥蜴战舟蓦然从虚无内直接幻化出来。天尊公孙婉儿，他的速度越来越快，四周鬼物范围更大，
铺天盖地中，其自身气势也不断的崛起，占据了一半的天空，向着白小纯直接就碾压而来。白小纯叹了口气，若有可能，他也不想与公孙婉交手，实在是这一次对于云海州，他志在必得，这将是他的根据地。眼下狠狠一咬牙，白小纯右手倏然抬起，虚空一抓，顿时一道蓝光惊天动地的扩散开来，北脉大剑凭空幻化，直接就出现在了白小纯的面前，被他一把握在了手中，身体更是从山峰上站起，一剑斩落。轰鸣之声顿时让天地颤抖，只见整个世界似乎在这一瞬都成为了蓝色。天尊修为下展现北脉世界之宝，其威力可以说是被白小纯发挥的彻彻底底了，绝非曾经半神时可比。此刻只是一剑，就好似要开天辟地，那蓝光排山倒海，直接淹没公孙婉四周的所有鬼物，更有无尽剑气于世界内无穷爆发，形成的轰鸣巨响，直接让大地强烈颤抖起伏。很快的，一道巨大的沟壑，好似天宇的，在这一剑下的碎裂，出现在了白小纯与公孙婉的面前。此路不通。白小纯抬着头，左手袖子一甩背在身后，淡淡开口。他觉得自己这句话配合此刻的造型，端地非常霸气。此刻忍不住去观察公孙婉在听到这句话后的表情。第1114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大地沟壑轰鸣而出，所过之处，地面骤然裂开，更有一处山脉。处于这沟壑之间，此刻也都在那声响滔天中，直接被分成两半。不但是地面如此，九天苍穹也是这般，在那不断的扭曲下，好似有一道道裂缝不断的出现又愈合，周而复始的同时，天与地形成的沟壑中，蓝色的光芒闪耀，远远看去，似有一道无尽之掌的蓝色光幕树立在了白小纯与公孙婉的中间。公孙婉身后，那些欲进入云海州9元的邪皇朝修士，此刻纷纷倒吸口气，一个个面色变化，齐齐后退。丢失一个云海州是小，若是性命没了，才是大事。实际上，若真的想要进入云海州，还是有其他办法的，毕竟此地只是入口之一罢了，绕一圈也不是不能进入云海州。可白小纯身为天尊，他的态度已经表明了决心，从其他区域就算是进入到了云海州，但结局依旧是一样，除非是鬼母天尊这里可以将白小纯拖延拦住，如此一来，众人就可一举前行，灭掉入侵云海州的大天师等人。可如今众人看着白小纯面前的蓝色光幕，尤其是对白小纯手中的那把大剑更为心惊。如今的永恒仙域，白小纯身为第11天尊，名气之大已然是无人不知，而他的那把世界大剑也自然而然的被世人所关注。这就是那把世界之宝，听说是用通天世界内的一块大陆炼制而成，天尊中也不是每一个都有世界之宝，这通天王有此宝在，其战力可添至少3成。在这众人纷纷心惊时，公孙婉站在那里盯着白小纯，忽然笑了，这笑容带着悠悠之意，目中更有一芒，玉手抬起轻轻一挥，顿时四周八方立刻就有森森鬼气扩散开来。正好我也想看看，小哥哥你晋升天尊后到底比以前强了多少。公孙婉笑声传出，竟直接从战舟上一步走出，一身赤色长袍，一头黑发飘摇，使得他整个人看起来惊艳绝伦的同时，也有一种说不出的心惊之意。尤其是他舔了舔嘴唇，这个动作立刻就让白小纯想到了以前的记忆。与此同时，走出的公孙婉右手掐诀，向着白小纯一指，顿时这四周天地轰鸣中，大的凭空起了雾气，这雾气内有咆哮嘶吼，瞬间就伸出一只巨大的鬼手，向着白小纯一把抓来。与此同时，公孙婉更是掐诀之下，猛地睁开口，从其嘴里传出一声凄厉之音，这声音如同鬼气，在传出时，天地扭曲，外人听不到的无声音浪，从这四周八方直奔白小纯。没有结束，公孙婉右手一挥，其右手竟在这一刻无限的被拉长，变成了一只鬼爪，刹那向着白小纯一把抓来。这一切说来缓慢，可实际上都是刹那间发生。白小纯心头一震，手中大剑再次一展，八方轰鸣间，白小纯身体向前一步走出，左手握拳，不灭地拳直接落下。轰鸣中，一个巨大的漩涡被白小纯直接打出，横扫八方，撕裂鬼物的同时，白小纯的速度再次爆发，撼山状的催动，使得其身体好似山峰一样，破空间出现在了公孙婉的面前，手中大剑猛地横扫。公孙婉笑声回荡，猛地张开大口，居然没有闪躲，其口诡异无比的，竟在睁开的刹那，无限的扩大，瞬间就好似形成了一个黑洞，向着白小纯直接吞来。更是在这过程中，白小纯吃惊的发现自己体内的生机居然正被丝丝抽出，涌入公孙婉的大口内，这就让白小纯吸气了。公孙婉，你来真的呀！白小纯说着，云雷人组便蓦然展开，身体轰轰间直接化作100丈大小，凭着这突然的爆发，肉身之力的磅礴展开，强行的破开了公孙婉大口的吸力，直接挪移避开。可就在他避开的刹那，公孙婉娇笑一声：“你说呢，小哥哥？”他声音在这四周飘摇时，
身体的速度直接就展开到了极致，扭曲虚无，根本就看不清晰，直奔白小纯。左手更是化作虚幻一般，似幽黑雾组成。那外散的如触须般的缕缕雾气，更是化作毒蛇，吐着芯子，向着白小纯胸口一把撕去。白小纯面色一变，身体再次后退，看出了这公孙婉儿此刻是真的有了杀机，他顿时头痛。虽这一次白小纯想要获得云海州，可却并不想与公孙婉儿真的交恶。在白小纯看来，拿下一州不算什么，这邪皇朝与圣皇朝多少年来在这北部区域不就是长时间这样相互打架吗？公孙婉儿，这是你逼我的。此刻眼看公孙婉儿认真，白小纯后退时，忽然右手掐诀，顿时一股时空逆转之力似在白小纯身上扩散开来，他四周的沙土好似时间倒退一样，出现了诡异之变。与此同时，他右手蓦然一指公孙婉儿，口中吐出5个字：轮回过去经。该死！公孙婉儿面色首次变化，实际上他最忌惮的不是白小纯的世界大剑，而是这一道神通。世界大剑他还有办法对抗一下，可这与时光有关的玄妙神通，他根本就无法抵御，所以之前才抢先出手，为的就是不给白小纯施展此法的机会。可白小纯的成长让他也心惊不已，短短的时间居然无限的接近了天尊初期的巅峰。此刻他身体刹那后退，想要避开，可他还是对白小纯的这神通道法不了解，此法与时空有关，一旦施展，岂能轻易善避？刹那间，随着白小纯手指的落下，顿时在公孙婉的四周立刻就出现了无数的符文。这些符文明暗起伏的同时，公孙婉身体颤抖，目中在这一刻出现了迷茫，似乎他的记忆正在冥冥中被抽取出来，化作了符文。而这些符文在不断的闪耀下，也即将形成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神通之法。眼看公孙婉被符文封锁，目露迷茫，白小纯也不愿真的出手伤人，为以后留下祸根的同时，也会斩断了二人的交情。此刻他只能狠狠一咬牙，看来只有用那一招了。白小纯想到这里，也不管此地人多，都在观望，他身体一晃，速度爆发，直接就出现在了公孙婉的身边，右手抬起，在邪皇朝那些人的目瞪口地下，直接就一巴掌拍在了公孙婉的屁股上。啪的一声，这声音清脆无比，传遍四周，让所有看到之人都立刻睁大了眼，脑海一片空白，彻底懵了。白小纯，公孙婉身体一颤，目中的迷茫剧烈的挣扎，发出凄厉之音。白小纯心头狂跳，赶紧在一巴掌拍了过去。顿时公孙婉身体颤抖更为强烈。云海州给我行不行？白小纯强忍着心惊，瞪眼低吼。你无耻！公孙婉话语刚出，白小纯再次一巴掌拍了过去。这一幕幕让那些邪皇朝的修士都惊呆了。公孙婉目中的迷茫化作了迷离，白小纯眼看如此，赶紧就要再拍下去。可就在这时，突然的也不知公孙婉施展了什么术法，他的体内竟轰的一声爆发出了滔天黑雾，这雾气形成的冲击直接就将白小纯推开，其自身更是倒退中，刹那就被雾气笼罩，身体急速后退。白小纯，你给我等着！雾气内传出公孙婉怒极的声音，可他似乎不敢靠近了。此刻雾气倒卷，直奔远方。白小纯心惊肉跳，干咳一声，看了看那些已经被震撼的邪皇朝众人，眨了眨眼后，白小纯重新回到了山峰上，盘膝坐下后，神色肃然，摆出一副傲然的姿态，故意让自己看起来冰冷一些。邪皇朝的众人面面相觑，沉默许久，一个个都神色古怪，纷纷退后，实在是不退不行。鬼母天尊都走了，他们在这里又有什么用？更何况他们隐隐看出，眼前这位与鬼母天尊之间似有些说不清道不明啊。第1115集，任意门。白小纯也忍不住心跳加速，凶狠的开口：“你同意不同意？”公孙婉气喘吁吁，银牙紧咬，一言不发。可在白小纯又一次的拍击下，他的目中迷离之意取代了全部，最终整个人好似蚊蝇一般，说了一句：“我同意，你给我滚！”白小纯也觉得这一次与公孙婉的交谈充满了诡异，闻言赶紧倒退，急速的离开洞府，一路仿佛做贼